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肚子是不是又大了？自己用手摸一摸肚子，发现自己的肚子比往年好像又大了一圈。算一算时间，现在已经夏天了，慢慢的很多人已经开始秀身材了。自己看看自己的肚子，好多衣服穿起来又不合适，特别是爱美的人士，天天对肚子特别的焦虑，因为穿起衣服来，小腹这里突出一个小山包就是显得不好看。而且肚子大的人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油腻。咱们很多的人是特别爱美的，还有很多人是特别重视健康的。你要知道，肚子大了就代表着里面的脂肪越堆越厚，里面的内脏脂肪多了，对于我们整个健康状态也是不好的。所以很多人就想把这个肚子上面的肉给它甩得干干净净。其中呢，不乏去参加了一些运动参加了跟着直播去练，每天坚持去跑步。这些人很多人他都能发现自己瘦了，瘦的是哪里呢？四肢都瘦了，就唯独这个肚子变化不大。嘴巴有的人也会控制，控制完以后发现这个嘴巴其实虽然控制了，但是肚子上面的赘肉却一点不见减少，这是为什么呢？你记住找两点这两点原因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是哪两点？一个就是你的带脉堵上了，二个就是你的湿气重了。带脉是什么？自古以来，带脉被称之为美人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想你的腰间想要变得非常的纤细你的带脉就要去通。这个带脉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的方式把它抓通。二个呢，就是你的水气重，湿气重，湿气重它就会聚多为痰。痰喜欢滞留在我们的腰腹部，因为这里是我们的整个日常当中活动最少的地方，它只要聚在这里，聚久了，慢慢的你的整个局部的代谢能力都会变慢，它就会逐渐的堆积我们身上的脂肪，堆积肉。所以今天我会教你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你去坚持去用上一个30天，你会发现整个状态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的不论是身上的湿气还是你的带脉都会打开。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干货分享给大家。这一套方法是一动一静相结合，1+1大于2，一定要配合在一起去用。我们先看第一个，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动作，开带脉。怎么去开？我们把我们的手成这样的一个形状把我们的四指你看并在一起，这里呢形成一个小平台，看到没有？把这个小平台贴在我们的肚脐两侧往外去拉，就这样慢慢的去拉，多少下？50下就这么去拉，逐渐的把这里给拉松。刚开始有些朋友在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肚子特别的硬就是外面感觉特别的硬，你去做慢慢的你甚至能感觉到里面有些不平的地方，就是像很多的一些小石子硌在这。我们把它去拉开，拉着你会发现有些朋友额头后背就出汗了，为什么？这就是带脉逐渐的通了。把它慢慢的拉开来，哪怕有一些硌着慌的地方，有一些小疙瘩、小筋结，你就不断的这么去拉，把这里给疏通开你记住，带脉这里一定要缓慢而轻柔就这样去拉。当你逐渐的感觉这个地方松了比如说里面也能感觉到微微的有些发热了，好了，这个时候外面就已经松了，我们就要换第二个方法它是两个配合在一起的。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假设我的左侧，这是我的左侧，我们把我们的手从我们的肚脐这里，你看压进去，往外这么去推，1、2、3、4，这个手你们注意看你看跟着一起，你看往我的这侧外侧去推，这么去推。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如果说哪里有一些大的这些堵着的点，一些比如说一些小疙瘩，一定要把这里推开来，在这个小疙瘩地方把它慢慢的推围绕这个小疙瘩推，因为这个地方很明显就是堵着的，常年堵着它就会有小疙瘩。我们从内这么去推，逐渐你看往外侧去偏移，把这一侧给推开，推开以后再到这里，你看逐渐的慢慢的往外侧去偏移每个点我们尽量去做上一个5下10下左右，慢慢的往外。你做熟练了，就是左边去推一推，推上一个1分钟然后右边去推一推，推上一个1分钟。当你推开以后，你再摸一摸，你会发现上面热了，而且松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把第一个方法再做一遍，手拉住，看，再这么去拉，把这里再匀一匀。为什么？你要先把它拉开来，让它表层变松，再把深层的一些我们讲堵着的点给解开。
最后再把它拉一拉，让里面变得更顺畅。这就是把我们带脉的一个强行的打开的方式。做完以后，你会感觉有的朋友会打嗝，有的朋友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响，有的朋友啊会感觉这个肚子上面啊热乎乎的，很舒服，这就是推带脉啊，把这里给打开。这个动作我们一般一套流程下来，也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做完以后，额头后背出汗了，那就是非常棒了。推带脉这个动作啊，它是一个动法，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运动，把我们局部的循环代谢的开关给打开。那么在动法之上呢，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静法，这两者要结合起来。静法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藏留在这里的一些水气啊、湿气啊，给它请出去。因为很多人因为带脉长期不通，这里啊就聚留了很多的水湿之气，而这些水湿之气早已聚多成痰，在这里困着扰着。你减肥瘦身成功不了，很多地方受不了，就是因为它的水湿之气在这里困着。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用到这个静法。静法是什么啊？你记住，人人家里面都有，人人都可以用，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小丸子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家里面准备3样物品啊：艾绒1小撮，花椒6到7粒，再加上桂圆肉1颗。把这3样啊搓成一个小丸子，怎么去搓呢？放在研磨罐里面捣碎，捣碎了以后加入蜂蜜，蜂蜜啊要适量，你不能加多，加多的话它就稀了。加少的话，它就凝成块，成不了丸。我们把它加到适量啊，一边加一边和，搓成小丸子以后，这颗小丸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贴在我们的肚脐当中，同时呢，在双脚脚底的涌泉也要各贴1颗。就这3个点把它贴上，你身体当中的水湿之气啊，它就存留不了。马上啊，正好进入3伏天，你在这个时候去做，你会发现事半功倍。这个小丸子为什么好？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水湿之气你要想把它请走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说你能把你的局部的太阳给它升起来，它和水湿之气是对头，太阳只要一起来，这些水湿之气是一刻都不敢留，慢慢的就没有了。所以你看，无论是艾绒、至阳之草也好，还是花椒，或者是桂圆肉，这些都是温阳的。我们把它放在肚脐当中，放在脚底的涌泉，这些都是容易藏着湿气的地方。放在这，你每天晚上去贴，白天睡醒了就撕掉，慢慢的水湿之气就没有了。一般来说，也就是749天，正负10天就够了。这个方法其实我分享给很多人，也帮助了很多人。但是有些朋友啊，他自己是没有时间去准备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和我一样，用别人已经做好的成品，我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摆脱了顽固的小脂质。为什么说这盒肚脐贴好？首先，咱们要说它选材用料上面，你看。打开以后，轻轻一闻，你会闻到味道非常的浓郁，味道越浓郁，说明里面的选材用料啊就越真。同时呢，这个小丸子啊，它给的料很足，有哪些料呢？你看都在上面写着啊，给大家读一下啊。你看，艾草、桂圆、花椒、陈皮、白芷、生姜。这些扶阳6君子啊，我们把它组成的这个小丸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贴在肚脐当中，用它送的这颗封贴纸，把它放好。就这么贴在肚脐当中，双脚的涌泉也要把它贴住。这3个地方只要贴住了，而且你记住是在夏天的时候贴住了，就是事半功倍。你去贴上一个30天左右，你会发现整个状态就不一样了。首先，第一个是你肚脐这一圈，你会发现像一个小太阳照着一样发热。有的朋友贴完以后啊，肚脐这里啊热乎乎的，感觉非常的棒。然后额头、后背，包括有的朋友啊，他会往厕所里面跑，这都是正常的。前面2到3天或者3到4天都会有一些排他的一些反应。当这个排他反应过了以后，你会发现逐渐的这个肚子啊，一天比一天就瘦了。你去坚持一段时间以后，整个人就能感受到了这个答案。而且这个肚脐贴我分享给很多的粉丝朋友们，有些粉丝朋友们啊，做完了以后把他们的照片对比也发给我看，我看完以后真的是替他们开心。为什么呢？有些人啊，真的是为了减少肚子上面的肉啊，嘴巴也跟着去受苦了，脚啊也是跟着受苦了，运动也做了，饮食也做了，结果呢，却没有踏到一个正确的点。为什么？就是你的带脉没通，你的水气大，导致了肚子上面啊胀胀的啊，这个地方总是坠的啊，消不掉。你用了咱们今天分享的方法，先通，把局部的这个代谢开关先打开，
再用这个肚脐贴贴在里面，从深层给它把这些寒的、湿的、不好的东西给它请出体外，逐渐的它就小了。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用这个肚脐贴，我把它放在了下方的橱窗当中。你要如果感兴趣，咱们选择3盒的、5盒的，你在3伏天去用，配合着我们前面分享的方法，可以说是事半功倍。而且3伏天这个时候，今年过了，你就要等着明年了。夏天它可不是说你想让它回来就能回来的，过了也就过了。珍惜好夏天，珍惜好3伏天，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的打开我们祛湿口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减过肥的人啊，都会有一个心得，就是四肢是最容易瘦的，而我们的小腹啊是最难瘦的。那从我的方向来说呢，我看过很多减过肥的人，包括一些原来的一些易瘦体质，你会发现小腹不仅难受，而且呢易长。很多人原来是瘦条条的，一到中年以后，慢慢的这个小腹上面就会堆积赘肉，哪里都瘦，就小腹胖。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围绕着我们的小腹来说2点。第一个，为什么我们的小腹是最容易堆积赘肉的，以及怎么样解决，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专门的去针对我们的小腹去瘦腹，达到一个定向精准打击的效果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咱们先说原理，小腹为什么最容易变胖？那首先就要说到我们的一些行为习惯了。我们会发现小腹容易变胖的人和久坐是离不开干系只要你坐着，你会发现那我们的气血从上流到下最容易堵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腹部。为什么？因为唯一的一个穿行通道就是我们的这里我们的腹股沟这里下面连通着2个气血大户就因为一坐嘛，它就被压着，一压着整个腹部的这个气血不通，它就容易让我们的小腹堆积赘肉。而且你会发现堆积赘肉都是从下往上走的不是说有的人上面大，慢慢再往下，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受到重力的影响。我们要知道，脂肪它会有一定的一个流通性，就是说脂肪它会在细胞里面慢慢的往下沉，也就是说身体上面的赘肉会慢慢的受到一些重力的影响，堆积在下方。而堆积在下方以后，又恰好的压住了我们的气血的一个大门，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越来越不好一个恶性循环，越压气血越不通，越不通呢，堆积的脂肪就越多，久而久之这个小腹就慢慢的出来了。那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呢？就是改变我们的一个姿势，让我们的气血达到一个通畅的效果，往往这样呢就能抵消到我们日常当中久坐而来气血不通、堆积脂肪的一个表现。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动作，把这个动作练好了，再配合每天适当的运动，就能够达到快速的让你小腹减少赘肉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动作可以激活我们深层的腹部肌肉，也能够有着帮我们缩减腰围的帮助。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来揭秘一下，看看这个动作究竟怎么去做。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首先讲一下手势。手是合并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手掌面对着自己手掌面对着自己，然后往上去伸伸上去以后尽量保持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手肘伸直，并且尽可能的往我们的耳朵上贴近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手面是摸着我们背靠墙，手面是尽可能的去往墙上靠拢，但是你不一定能靠得上，但是我们尽量去往上靠。这2点把它做好了以后，就是把我们的整个上面的气往上拔然后呢，我们下腿并拢，然后整个身体靠在墙上。我们把这个动作只要一做，你就会发现你的腹部立马就被收紧了。然后呢，在这个姿势之下，它的整个气血循环的一个运行会比你原来正常站姿要快很多倍，而且立马能感觉到这个小腹变收紧的感觉。不信的话，你单手先做一下这个动作，然后摸一下你的这一侧的腰腹部是被拉紧的同时这个小腹不由自主的开始往内收。然后我们把另一只手也放上去，好，就这样去站
你去站直一个，大概在5秒到15秒左右，你会发现你的背会酸，手上会有微微发热的感觉，小腹被绷得紧紧的。我们正常保持一个20秒，然后踮脚5下，大家注意看。保持20秒以后，开始把脚往上跌，配合吐气，手往上伸大家注意看来，手往上伸，来2，来3，手伸的时候小腹也要收紧，3、4，好，最后一个5，好，这5下做完，加上之前的20秒，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腰背笔直，而且小腹你到时候就可以去量一下，做完以后腹部会被你刺激的紧紧的向内收。很多朋友小腹没有力量，长期久坐肚子容易堆积赘肉，你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每天你去做一个3到4次坚持去做，慢慢的这个动作对于你来讲的话，难度也会逐渐降低，再配合适当的一定的运动，就能够让你的小腹变得越来越瘦一天比一天平坦。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我认为呢，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居家练习我们的形体练习我们的整个状态、瘦小腹的一个好动作。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随时就能看。我是大伟，每天给你分享一个非常有用、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没有点赞的朋友，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运动。中医上面说动则生阳。适量的运动对于咱们30岁往上走的这种人群呢，它有一定的好处。首先，对于这个心肺功能能带来积极的改善，血液的一个供氧能力也能带来很好的改善。同时走路呢，或者说是慢跑，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放松心情，释放一天当中生活的压力。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怎么样去走路，既可以去锻炼的更好的锻炼咱们的身体，又可以去减肥，还能去让我们的这个腰背颈椎变得更好。那么其实走路大家都知道，主要是靠2只腿在走，但是呢，更好的走路就是不单单是靠腿，同时咱们还可以把手举起来，往上举。当我们把手往上举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肌肉会处于一个极度拉伸的状态，你的脊柱是处于一个伸展的状态。同时，因为我们在往上伸展，我们的腹部和胸部的一个空间呢，也会得到极大的压缩，这就会导致了我们会更好的去调节我们的肌肉，去控制我们的负压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手举起来举到头顶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要感觉你的腹部和你的胸部一定要有强烈的这种伸展感。那我们举过头顶以后，慢慢的把脚往前迈来回往前迈。那这样走的时候呢，你的腰部和背部的肌肉会处于一个很好的有一些强烈的拉伸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我们就把手举起来举起来以后，然后慢慢的往前走。前期切记一定不要走太快，因为走得太快以后呢，很容易就是你找不到这种发力感。我们讲究运动呢，一定要以这个发力感为中心。找到了这种感觉以后，我们慢慢的可以调一下我们的步子。好，我们再来试一下我往后退2步退2步以后，然后呢，我把手举起来。好，举起来以后我慢慢的往前走，对，慢慢的往前走。好那这样走的时候你的这个背部就会有很强烈的感觉的。我们每天去走一个3分钟到10分钟，就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很好的把你全身，包括后背以及我们的腹腔的一些这些肌肉都给刺激到，同时对我们的内脏系统也能带来非常好的改善。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大伟那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好，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动作非常简单，每天去做呢，可以去帮助我们改善身体的代谢能力，加快血液循环速度，同时可以减少咱们内脏的一些压力。那么这个动作是什么呢？非常的简单给大家拿个小木人先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咱们平躺着把它平躺好了以后呢，咱们找一个墙只要把这个腿给它敲起来。敲起来就是这个是墙，把这个人呢就躺着，腿就敲起来就可以了。那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能带来哪些好处呢？首先
我们刚刚讲的，你看这个腿翘起来以后，它拉着咱们后面腿部的一个经络啊，那么这个经呢，首先会被打开。第二个呢，腿在翘起来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血液循环啊，代谢会变好，代谢好了以后，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啊减少脂肪，排除湿气。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翘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腰部啊，它会处于一个微微的往上翘，它会对我们的这个腰椎啊，加大我们腰椎间的间隙，给我们神经留有一定的空间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咱们这个腹腔，也会有很好的帮助。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日常站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内脏啊在这个肚子里面，对吧？当我们在进行日常站立的时候呢，整个内脏啊，它会往下坠，受到重力影响往下坠。那底下呢，完全是靠咱们的盆底肌把它给兜着。那日子久了以后啊，盆底肌它就会出现一些劳累啊，表现的症状可能会出现尿频，或者是有一些漏尿啊，或者是男性可能前列腺上面出现问题，或者有一些痔疮啊，都是可能是咱们受到压迫啊，这种压迫可能和姿势不良、肌肉力量不好都有关系。那当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看一看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这个内脏啊，它的压迫的这个力量从这边就已经给它减轻了，对吧？减轻了以后，全部压在咱们的腰上面。那腰呢，又处于一个这种样的一个状态，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把椎体间的一个间隙给打开。它需要一个从上向下的力量，把椎体间的间隙打开啊。所以这个动作你去做，然后双手啊，可以的话可以放在这个咱们双手放在这个腹部，像小人一样放在腹部啊，在腹部进行做的时候一些揉动，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这个肠胃吸收、肠胃消化，促进肠胃蠕动都是很好的保健方式。你也可以手打开，啥都不做，就把腿单纯的敲着头呢在躺着时候呢，可以在颈椎下面垫个小毛巾干嘛的帮助我们恢复颈椎的曲度。所以这个姿势看似简单，里面蕴藏的玄机咱们内行懂外行呢这没关系，研究出来的东西不用知它什么所以然，对吧？你们大概了解原理以后，照着去做。每天做多久呢？一般做5到10分钟如果刚开始做久了以后腰酸腰累，你在腰屁股这边垫个枕头腿呢刚开始伸不直，腿就可以歪一点都可以的。好，这个方法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特别适合于年龄在40岁往上走的这么一类人群。如果你是中老年人那也每天可以做一做。我推荐的就是第一个，大家那个拍手功是中老年人做特别好的。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动作非常好，也非常简单。你找一个墙往上一靠，屁股上面难受垫个枕头非常好，对哪里都好腰腹血液循环都好。好了，那咱们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个视频能给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带来帮助感觉身边有需要的话，可以把视频转发出去好了，那谢谢大家我是戴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